我跟那个高一良啊是道不同，不相与谋啊。怎么个道不同啊？您是什么道，他是什么道？咱不都是社会主义这一条道吗？别贫了，就事论事啊。你吴阿姨在正法口子呢也干了一辈子了，眼前的这些是非曲折，我还能看清楚的。亦可跟我一说呀，我就明白了。侯局长啊，你呀，你是搞到人家死穴上去了，人家才会这么整你。说吧，你让阿姨怎么帮你？吴阿姨，我现在电话呢都有人监听呢，您帮我给陈岩石打个电话，让他有空跟我见一面，我有事和他说。好的，我出了门啊，就给陈老打个电话。还有什么事吗？让亦可去找一下赵东来，听一听魏彩霞的录音，找找有什么线索。好的，我明白了。哟，这盘儿够大的啊！克林呐，这是克林顿特迈呀。哎，我们这保副总也成什么著名时装模特了，还改一名叫什么保丽丽。行，哎，我说媳妇儿啊，你干嘛不用真名啊？是不是随时准备溜之大吉呀？马叔，来，马总经理，我不干了。我们阿尔法信息公司不跟你们新大丰公司合作。我单方面撕毁合同。爸，除非你把这位搞破坏的老同志给我赶走。爸，亏您还是什么业余作家、当代杜甫呢，就允许您写诗的时候用个笔名。我做个模特就不能有个艺名了？我做个保丽丽，您就怀疑成这样，我看心里是根本就没相信过咱俩。算了，道不同不相为谋，我也不想受这种委屈。要不然，我们就溜之大吉吧。好，做人呐得有骨气。别！哎，胜利啊，干什么呢？不是，你看这，你打仗啊！你们这不是跟我谈吗？他说了不算，啊。好，马叔啊，我建议你们新大丰公司立刻召开股东大会。开除这位姓郑的董事长，他很有可能是居心叵测，他应该是别的公司派入你们新大丰内部的商业间谍。哎呀，过分了啊，过分！陈老，咱们就开个股东大会吧。哎，王明，你说真的啊？这股东会你说开就开啊？哎呀，老郑，你这捣乱破坏，这个总经理我没法干了。我怎么是捣乱破坏呢？他们就给5万块钱定金，你就给他们干啊？我为什么不干呢？我们之间有合同的，现在双方刚刚合作，你就这么不信任人家，那以后怎么办？哎呀，防儿子跟防贼似的，我没见过你这样的。就是，对，老马说的对，合同的基础就在于信任。那上次咱们保安服不是合作挺好吗？是啊，今天这活呢，接了。结了。谢谢。你们听听人家说这话啊，同样都是老同志。喂，啊，对，是我。怎么会出这事儿呢？啊，是啊，就是有这样的事情啊。陈老啊，咱们可不能袖手旁观呐，得帮着侯良平把问题给澄清了。您现在能过来一下吗？他想跟您面谈。他在宿舍，您知道吧？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啊，吴法官，你放心，我马上就去啊。哎，好的。陈老啊，还有一件事儿，你有时间的话跟老金好好谈谈吧，让他想清楚一点，脑子别进水。好，我知道了啊，我现在就去啊，好。哎，陈老，有件事我想跟您说一下。行，你长话短说，我这儿有事儿。哎，儿子胜利最近是越来越让人不放心了。你说这孩子他太能作了，我真怕他闹出点什么事儿来。你知道他改名叫什么了？叫挣钱。哎，行，这事儿咱们等我回来再说。哎，不，陈老，我必须得跟你说，这事儿真特别重要，2分钟就说完了。说。那个蔡成功跟我说呀，他有一辆大奔驰车，说是值120万，藏到那个郊区大龙山拆车厂了。他让我把这个车呢给卖了。
然后给工人们打股权官司。这事儿你不是都跟我说过了吗？我是跟您说过，我没当回事啊。结果儿子当回事了。好，他跑到那个大龙山拆车厂，找到蔡成功他表弟，把那个车给提出来了。他和尤会计一块把那个车给卖了。现在是车也没了，是钱也没了。不是这事儿我没法管啊，你得再问你儿子去。我得赶紧走了，我这有事儿啊。再去。哎呀，哎，那这真没事啊？啊，没事儿，他没这胆儿。马叔，哎，我真不跟您开玩笑啊！您必须得想个办法把我爸轰走。我不管他是什么当代杜甫啊，还是苏东坡的弟弟，总而言之，只要有他在，那咱们的合作就没法进行下去，因为他不相信我，您知道吗？在我父亲的眼里，我就应该去进监狱，吃牢饭。对对，真得把这老头赶走。一提起他我们就糟心，马叔还得靠您了。马叔，咱再说说蔡成功那台奔驰车的事儿。好啊，我花了2个多月的时间，才从那个大龙山拆车厂把这台车给弄回来。前前后后，我跟蔡成功那傻了吧唧的表弟打了多少次交道，差点把我都给打了。不是差点儿，就把他给打了，那脸挠得稀里哗啦的，都跟破了相似的。哎，保副总，咱能不在这么正式的场合说这种伤害领导形象的话吗？马叔，咱们继续说这台车的事儿啊。好，当初让尤瑞兴尤会计去卖这个车，您、我爸，包括你们厂里都知道，对吧？对，这件事啊，我和你爸都清楚。而且当初我也提出条件了，一旦这台车卖掉，我个人拿你们2万块钱的好处费，对吧？对，你这2万块钱辛苦费，我们现在还是不赖啊。我没说你们要赖，我说的是现在怎么就怀疑到我头上来了？郑总啊，现在确实是人和车都没了。郑总，我说你也好好回忆一下，你最后一次和尤会计通电话是什么时候？周二周二下午，尤会计给我来了一个电话，说他在吕州呢找到了一个买主，人家出价30万。当时我不同意，我说这个车怎么着也能卖到35万。哎，说着说着电话就断了，再后来就联系不上了。有没有可能是这个尤会计和司机把车卖了，把车钱给卷走了？马叔，很有可能啊！我建议你们现在马上报警。对，我也觉得应该报警，要不然跟我们中间拿了多少钱似的。这样吧，还是等你爸回来以后，我们商量商量再说吧。侯亮平名下的这张银行卡是去年1月份办的，当月收款存入了40万元，但是在2月份，这40万元就通过柜员机全部提空。由于柜员机的提款录像只能保留6个月，现在已经很难确定那个提款人是谁了。哎呀，这里边就有问题了。据我掌握的情况，去年1、2月份，侯亮平根本就没来过荆州啊，怎么可能在这提款呢？即便要提款，他完全可以在北京提吧？啊？我看呐，这就是侯亮平的狡猾之处。他是干什么的？职务犯罪调查员出身啊，反侦查能力很强啊。那也不能违背常理吧？咱们假设侯亮平的哪个朋友给他提了款，送到北京，那蔡成功完全可以到北京跑一趟，给他送去嘛，没有中间环节，又少了一个知情人，这样不更安全吗？啊，你们说呢？亮平，我是陈彦石。来了。哟，陈处长，来，请进。同志们啊，侯亮平能用这个50万银行卡拿下欧阳菁，那么我们能不能开动脑筋啊，在这40万银行卡上做文章，打开突破口？老肖，这不是咱们臆想的事儿。侯良平能突破欧阳菁，既不是凭了蔡成功举报，也不仅是凭了这50万元的银行卡，他是在欧阳菁
亲自使用了这张卡，取得了确凿证据之后，他才动的手啊。在这之前，他也是慎之又慎啊，是零口供办案的。所以我认为，喂，什么？陈岩石来了？啊，我知道了。啊，不，陈老不是外人，是咱们的老检察长啊，不用担心啊。好。怎么了这是？哎啊，叔叔，咱们去旅游吧。我听说你这猴崽子被人家给停了职了。哎呀，误会吧。陈叔叔，你来看我来了。哎，你那纪检组长是不是叫吕梁啊？是。哎，他不会跟那个肖刚玉一起来坑我吧？啊，不会，他这个人还是比较正直的，不然省纪委和老纪他们也不会让他当纪检组长。我一听说他管你的事儿啊，我这心里就踏实一半。哎，陈叔您坐。哎，咱们接着说啊。老吕啊，我提醒你啊，现在侯亮平是被调查期间，不能随便见外人，外人给他通风报信怎么办？即便有人通风报信，那也不会是陈岩石。陈老的原则性比你我都强，战争年代，他可是扛过炸药包的。那刘庆山和张子善还扛过炸药包呢。肖检察长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难道陈岩石是刘青山、张子善啊？我就举个例子，我是担心侯亮平嘛。侯良平有什么好担心的？他不是已经停职反省了吗？老纪交代得很清楚，只要不出检察院的大门，他哪个办公室都可以去，什么人都可以见。哎，我说老吕呀，你这个立场可不能被人带跑了呀。咱们什么都别说了，言归正传，让事实说话，好吧？我觉得，现在我们首要任务啊，是要找到蔡成功的那个司机。据蔡成功举报，是他的司机开着奔驰到北京给侯亮平送名贵烟酒，是蔡成功行贿1万元的证明人。还有，大丰公司那个会计也要找到，这个银行卡怎么回事也要弄清楚。对，这才是我们当务之急要办的，所以你们这个必须马上去查清楚。是，赶紧抓紧去办吧。咱们得商量商量，这个案子怎么报？起码是报失踪。现在是尤会计和那司机小钱都不见了。车，主要是车。车就算了吧，这是人家蔡成功吧？那辆车会不会让吕州的交警给扣了呢？那不会吧？交警扣车不扣人的，而且是2个人。就是，而且当时送车上路的时候，我们特意给他们套了个牌呢，就是我们现在用的牌。我说郑总，不作你会死啊！连套牌的事你都敢干？爸，那我主要不也是为了帮你们卖车吗？这是没办法中的办法，要不然你说这不套牌车怎么上路？不上路怎么卖啊？话说回来，我又不是经常套，我这不是第一次吗？上帝都会原谅我的，是吧？法律可不认识上帝。保副总，你以后说话一定要注意场合，你知道吗？陈市长，回去之后呢，您帮我发动一下大风厂的群众。一个是蔡成功奔驰车的司机，好像姓田。啊不姓田，姓钱，是蔡成功的一个远房表弟。我坐过他的车，那就好。另外一个就是大风厂的会计，我的那张银行卡怎么来的，那个会计最清楚了。我是不太相信蔡成功会有这种未雨绸缪的能力，从去年初就为了防我这一手，设了这么一个套来陷害我。哎呀，他那也是没办法，被逼在那儿了。现在用狗急跳墙来形容他最确切不过了。那也是条疯狗。我这辈子最后悔的呀，就是沾上的是他，现在想甩也甩不掉。教训，深刻的教训。先别总结教训啊！你先想想，你那身份证是怎么落到蔡成功手里了？
没有你身份证的复印件，他就办不成工商登记，也办不成银行卡。这我已经想起来了，大概是4年前，有一次我喝多了，蔡成功说要拿我的身份证去开房，我就给他了。打那儿以后，他就有了我身份证的复印件，我呢也上了他的套，受了他的贿，又和丁义珍开什么煤矿公司，这多气人呢！这工商登记上没你签字吧？没有。那好，那就不构成有力证据，这就排除在外。现在关键就是你银行卡，这必须得弄清楚，而且要快。我敢打赌啊，我的对手也在找那个会计，万一被他们先找到了，威逼利诱，会计上了他们的贼船，那我麻烦真的就大了。哎，对了，今天我来的时候啊，郑西坡跟我说啊，那个会计和那个司机小钱啊，去吕州去卖车去了。哎，这样，我先回去问问情况，完了我再告诉你，好吧？行，两个要找的人在一块就好。哎，行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周叔，您慢走啊。你等消息吧。哎，老七啊，侯亮平的线索和材料可都是你给我提供的，后续你们得跟上。这姓钱的司机和这会计抓不到的话，这案子做不实啊。我觉得这个事儿啊有点怪。蔡成功呢，刚一举报，我们就派人去找他们。可是这两个人恰恰就在这2天，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，消失了。会不会有人抢到我们钱头了？应该不会啊，主导权应该在我们手里头。行了，你感没感觉到？我是感觉到有一丝危险的气息啊。危险啥呀？我这就把网铺下去，全省彻查。他们要不在省内呢？那我就发全国协查通报。哎呦，那事情可就闹大了。吕亮，审查侯亮平要以你为主啊，不能以肖刚宇为主。出了什么问题，我和院党组要找你说话。哎呀，检察长，其实让肖检察长负责啊更好啊。肖检察长和侯亮平啊，素昧平生。哼，素昧平生什么意思啊？吕亮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能有顾虑，也不能推卸责任。纪检就是由你们纪检组负责呀。那倒是啊，省委也让我们及时汇报呢，说田国副书记对此事很关注啊。我知道，该汇报就汇报，多听听田书记的指示。是。哦，那2个证人，一个是蔡成功的司机，还有一个是大风厂的会计，赶紧派人把他们找到，找到之后赶紧保护起来，谨防他人再利用他们做文章啊。肖检察长也是这个意思，可是我担心啊，那2个人会不会被侯亮平同伙控制住啊？你说什么？侯亮平同伙？侯亮平调咱们这儿多长时间？3个月，他有什么同伙？如果要说有，那就是我们反贪局的同事们。吕亮，别犯糊涂。我们考虑问题要全面考虑，这没错。但是，我们也不能按照别人画的道道来考虑问题。你想想，举报侯亮平这件事所牵扯到的人，都是116案件当中的涉案人员，而且侯亮平就是负责侦破116案件的负责人。把侯亮平举报了，116案件怎么办？当然，我相信最终我们一定能够侦破116案件。但起码现在出现了时间差呀，而且把侯亮平举报了，他一下就成了116案件当中的涉案人员了。检察长，这个是您的真实态度吧？什么态度？我这儿和你分析问题呢，怎么说到态度了？如果要说态度，我就4个字：实事求是。是。检察长，我明白了。得，我不跟您说了，我走行吗？哎，正好，主宰，
我说个事儿啊，陈老，您怎么又回来了？哎呀，这不是出现点状况吗？哎，现在得赶紧把那尤会计和蔡成功那个司机找到。哎，你不是跟我说他们去吕州去卖车去了吗？回来没有啊？哎呀，回来什么呀？我们这不正说这事儿呢吗？车没回来，钱没回来，那人呢？他都没回来呀。我们这商量着报警呢。云木，咱先别报警啊。就算他把车卖了，把钱给卷走了，在群众当中肯定能留下蛛丝马迹。这样，咱们发动群众去查。现在群众一听说反腐啊，那热情高着呢。咱们就顺着这条线去查，肯定能查到。对，咱们要有忧患意识啊！咱们是经济大省，7000万的人口，这在欧洲都是个大国，所以得要有如履薄冰的心情。是啊，做任何决策都要慎重，必须慎重啊！你像吕州那个美食城，多大的后遗症啊！好在啊，有个认真负责的易学习，现在总算把它解决掉了。可是费了多大的劲呢？这里头，老书记赵立春同志作用很大。他不但支持易学习和吕州市政府拆迁，还动员业主把近2个亿的拆迁款全都捐出来了。哎，于良同志啊，赵立春同志这个大动作，是不是跟你也有关呢？犯了历史错误，总要弥补嘛。这就对了，有错改之，善莫大焉。一可，你觉得怪，我也觉得奇怪。2个大活人就这么蒸发了，这么多天了，任何消息都没有。就算人死了，总得有尸首吧？会不会被他们弄到什么看守所去了？不可能。省内各市县看守所我都查遍了，没有。我有一个悲观的想法。如果我们的对手把这2个人弄死了，那咱们的麻烦可就大了。侯亮平的事是说不清楚了。别说他这个反贪局长是当不成了，116案子也得结。还有陈海，你的判断有道理，这对于我们的对手来说，未必不是一种选择。不，这不是我们的选择。我的选择是，侯亮平必须进去待着。他只要在外面，不管他做不做这个反贪局长，我的心里边都不可能安住。昨天和玉良书记汇报的时候，我把这个意思跟他说了。高书记什么意思？他会继续跟沙跃金和田国富谈判。哎，高书记上次找沙跃金不就说这个事儿了吗？效果不理想，侯亮平只是停职。哎呀，现在这个司机和会计找不到的话，没有过硬的证据，案子进展不下去啊。那就先双规，只要规起来就好办。中央又重申8项规定了，咱们几个省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得洁身自好，别经不起考验。是啊，要警钟长鸣，这些考验很严峻的。像我们的反贪局长侯亮平，刚调来汉东才3个多月，本指望他能够在反腐倡廉方面多做一些贡献，可现在呢，自己先腐败掉了，想想都令人痛心呐。哎，于良同志，对于侯亮平还不能过早的下结论吧？结论是不能下，但是问题要正视。检察系统，还有你们纪委系统，也不是世外桃源，谁敢保证不出腐败分子？所以我建议省纪委对侯亮平同志正式立案审查。那个检察院纪检组不是已经在查了吗？我刚听吕亮汇报过。国府同志，不是一般的查，不是装模作样的查，是正式立案查。
我们希望侯亮平同志在规定地点和规定时间交代自己所有的问题。田国富发现，高育良不但擅长政治诡辩，还总能不动声色地利用领导的指示。沙书记明明讲的是4个考验，是如何开好省委扩大会议，他高育良却能扯到侯亮平身上。他怎么就这么急着对自己的学生赶尽杀绝？魏彩霞的录音整理好了吗？他有没有收到那2个账本啊？没有。录音里边基本都是黄色内容，有样式的不多。你别忘了，我们是王牌对王牌，我们占不了多少优势。您知道我的建议是什么吗？请示省委，撤下祁同伟。又耍女汉子脾气，省委凭什么撤下祁同伟？有理由。那天在山水集团狙击侯亮平，这个就是咱们的理由啊。证据呢？有证据吗？你是抓到花斑虎了，还是找到那只狙击步枪了？花斑虎第2天已经被他们送出境了。你不是说过你已经找到了他们租用狙击步枪的证据了吗？这不是证据，这是线索。祁同伟呢，从省厅以反恐演习的名义借了5支狙击步枪，现在早还回去了。你觉得沙瑞金会把侯亮平双规？上次高书记让我当面向沙瑞金汇报，我去了，结果沙瑞金呢，哼哼哈哈，根本什么都说不出来。哼，官僚嘛。玉良书记平时对别人不也这样？倒也是，但是等他官僚不下去的时候，这些官僚也会动真格的。出于自身政治利益的考虑，沙瑞金目前呢还不想和赵立春闹翻脸。如果他要不想翻脸呢，他就必定会拿掉侯亮平这个障碍。那接下去沙瑞金会怎么做呢？他现在呢还是按照我们设计的路线在走。上次玉良书记去跟他打过招呼之后，沙瑞金才会1个电话直接打给季长明，侯亮平呢才会停止对刘新建的突审。玉良书记观看了突审录像之后，反复思考，得出了这个结论。你们让我定，说实话，我也很纠结，没法定，证据不过硬，搞错了怎么办？两难啊，这事儿，尤其是我。前2天开会碰到达康书记，他还问起这事儿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向李达康解释。李达康怎么问你的？他没明说什么，但他那话我听得出来。他的前妻欧阳菁因为收了蔡成功1张银行卡，被侯亮平给办进去了，而且还亲自追到机场，当着达康书记的面把欧阳菁带走。可现在呢？侯亮平这张银行卡该怎么办？不能因为是反贪局长就可以逍遥法外，享有特权吧？岳军同志啊，李达康同志也向我了解过侯亮平的情况。都说咱们汉东省有个汉大王，还把我编排成这个汉大王的头头。偏好这个侯亮平又是我的学生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。如果没有一个鲜明的态度，怎么了得？既然你说到这个敏感的话题了，我问一句，在咱们省，真有汉大帮这么一个干部小团伙吗？上次开会时你忘了，有的同志提出这个问题，被你1句话就否掉了，还记得吗？说我们省是平原地区，没有山头。怎么说呢？主观上没有，但客观上或许存在。到底是教授啊，充满了辩证法。接着说，沙书记，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把人民赋予我的权利向任何一位学生转让。可实际上呢，我也许这么做了。什么意思？你想想看，我在汉东大学做法学教授，教书这么多年，对这些学生，我多少会有点感情，所以在用人的时候，难免就会有偏爱。比如祁同伟，岳良同志就偏爱大了。国伟同志啊，
对侯亮平我也偏爱不小啊，前几天还把他请到家里吃饭呢。走，只要出手，就必须把对手置于死地，否则就是培养掘墓人。高育良明白沙瑞金对自己的步步紧逼心生不满，但他已经不在乎了。他算定沙瑞金不敢包庇侯亮平，尤其还有他这位升不上去的老政法委书记盯着呢。丁义珍，只要找到丁义珍，咱们就有线索了。我不是跟你通报过了吗？丁义珍真的跑了。抓呀！只要能劝返丁义珍，这盘棋就活了。我还不知道吗？还用你说？建议啊，就是一个建议。我说啊，你就别操心了，行吗？该告诉你的我会告诉你的。你们有好多案子，不是也没告诉我吗？咱们理解万岁，行吧？是。那接下来咱们的信息就互通有无吧，盟军嘛，啊？一定的。咱不只是盟军嘛，咱还是什么？我们也算是恋人吧。哎，你等会儿。我还有话嘱咐你。你呀，别光替别人操心，给自己也得操点心了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是说个人的事儿？我们的2任反贪局局长都被做进去了。正因为这样，你才要注意自己安全。你别忘了，我们对手是什么人。你也小心。我小心着呢。终于等到这句话了。我理解你的难处，但是越是这时候，越是要有定力。你不能因为怕别人说你庇护学生，就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，非得把侯亮平归起来。弄错了以后你怎么面对啊？是啊，对于正式立案审查，我们一定要慎之又慎。该说的我都说了，沙书记，你定。我的意见啊，维持现状。国副同志，你们纪委继续调查，把证据落实，弄清楚了再说。好。沙书记，如果一时查不出来，是不是考虑把侯亮平调离政法口？这倒是个办法。不行，可以让他回北京嘛。哎，这倒是一个挺好的选项，对最高检也好有个交代。哎，对了，有件事情要给你们通告一下。就在昨天，境外的《境界周刊》刊登了一组文章，把我沙瑞金狠批了一通，说我在汉东搞沙家帮。老肖啊，你不要总是患得患失。说穿了，这就是一场战役。这场战役不是你我几个人的事情。从北京到汉东，现在战火已经烧到了境外。赵立春授意《境界周刊》发表了一组文章，让国内的网络大号们都转载，你到时候找回来看一看。我想，沙瑞金也会重视。这件事情要认真对待。我来汉东才3个多月，是不是搞了所谓的沙家帮，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这文章骂我，否定汉东的改革开放，这是文章的要点。我已经责成省委宣传部组织文章驳斥回击了。瑞金同志啊，境外一些刊物经常胡说八道，你理他干什么呀？当年我在临城搞环城路，他们呢在杂志上登出照片来骂我，说我，好大喜功，什么劳民伤财，根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。你这一般的就懒得理他们了，可这篇文章是挑拨离间呐。你看，是我全盘否定汉东的改革开放。那省委那些老领导看完会怎么想？特别是立春同志，他会怎么想？是啊，立春同志对汉东的改革开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，尤其是这次，劝他儿子赵瑞龙捐出了1亿8千万，做了一个环保基金会。哦，对了，环保基金会成立那天，你能不能参加一下？如果时间安排得过来，我就去。啊。
总之啊，一定让这个司机和会计尽快归案。他俩不归案，我寝食难安呐。这个蔡成功呢，是个滑头，我想他肯定还留有一手。你这样啊，老乡，调几组人给我再审，我想一定能从身上耗出点线索来。当然，我这边也会再去查。好。不对呀，啊，爸爸，刚才在你们厂里的时候对我还冷若冰山的呢，这怎么一出门一转眼弄一热气腾腾的大火锅呢？您这180度大转弯转的可有点猛啊，我很怀疑。我可以，我看你可以吧？自从你改嫁那个挣钱以后，是越来越可疑。哎，就在这节骨眼上。奔驰车没了，你说我能不有所联想？爸，我就这么跟您说，您所有的联想都是瞎想、空想。爸，那个奔驰车跟我们真没关系。我跟您说了好多回了，我要是骗您，我就跳进这锅里去。把副总，我不跟你说啊，现在我跟郑乾说，郑乾先生，我记得你有句名言，你说这世界上到处都能听得钱响，哎，你就是那个能听得钱响的人，是吧？对啊，这话是我说的吧？怎么着吧？您现在也觉得这句话是一句金句名言，那您就借题发挥啊，拿这句话为我做一首诗。做过诗啊，说什么我这匹加长大宝马拴在你那什么槽头上，你忘了？哎呦，我的傻宝宝呀！那是给我做的诗吗？那是为了防止咱们跟他要那结婚费，故意弄出2句糊弄咱的。咱爸行了，我就是糊弄你了，怎么着吧？就冲你那一身的铜臭气，就不配给你作诗。我没灵感。哎，算了，咱不说这个，咱们现在说你听了那个钱响的事儿。说呗，说钱响，钱响怎么了？这个大奔驰可值不少钱呐，这响声不小吧？的确，这奔驰车卖了之后，那钱的响声不小。但我为什么卖这车呀？我归根结底干这事儿就是为了你们着想，为我们着想。哎，你自掏腰包300块钱做一套牌儿，就为了方便把这车卖出去，这是替我们着想。哎呦，你是谁呀？你是白求恩呐？那是毛主席说的，这什么精神啊？这毫不利己、专门利人的精神，是吗？爸，您今天到底是来请我吃饭呢，还是来审我呀？怎么是审你呢？谈心。好，谈心。好，那咱们爷俩今天就好好谈谈这个心。我郑胜利不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人，我做任何事都是既要利人也要利己。但是，这车要是卖了好多钱，你们3人一分，比这个2万块钱可多多了吧？胜利啊，在那个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，那谁都可能动摇。没关系，做错了没关系的，咱们想办法补救。爸，我就问您，您现在是不是认准了我跟尤瑞星还有小钱，我们仨人把这车卖了，是吧？好，那我不解释了。您今天请我吃这火锅呢，我也一口没动。您现在就报警，让警察来抓我，一审咱就什么都明白了，好吧？报吧，来打110。爸，要不然您就报警吧，把我跟郑总送进去得了。你们爷俩的这矛盾，我是真无能为力。我也不愿意这样，我愿意把你给送进去啊。说不定我也冤枉你了。还有，盯住陈岩石。哎呦，盯着呢，所有手段我都上了。那就好。哎，我听说今天侯亮平要去医院，但愿他和陈岩石谈出点什么来。那样是最好。你说咱们高老师，为什么老护着祁同伟呢？你都躺这儿了，我也被停职了，真是两眼一眨，老母鸡变鸭，我倒成腐败分子。等你醒了呀，一定给我好好评评理去。我真怕咱们高老师啊，吃了祁同伟的迷幻药，上了当了。亮明啊，我把这弄都发动起来了啊！
说点别的。你在这儿说你们老师坏话，第二天他就知道。我没说老师坏话呀，我就说他不公平啊！你看这3个学生待遇都不一样。你们老师有你们老师难处。我是什么样的人，他会不知道吗？也不替我说说话，做个证。魏彩霞的录音啊，没什么线索，账本是别指望了。糟糕啊！刘新建也改口了，意料之中的事。陈处长，现在最重要的是司机和会计，要尽快找到他们。你别着急，现在已经有线索了，不是你一个人在战斗。还有，让陆毅和他们千万小心，别让对方抓到他们的把柄。你放心，那都是老手了，而且是业余时间搞调查。那老纪有什么说法吗？老纪呀，没啥说法。他说让我找沙瑞金找个说法去。还是别去了，又不能自证清白，去了也白去。是啊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没必要嘛。陈处长，您如果不方便找我，您可以让小皮球放个学来找我呀。还行啊，小皮球正好想跟你学学跆拳道的。好啊，我有的是时间。别和小皮球说我倒霉的事儿。行，你放心，不会毁坏你的光辉形象的啊。好嘞。这位是陆检察官。你好。陆检察官呢，主要是负责尤会计和前司机失踪的案子。你们把你们知道的和你们查找的情况都跟这个陆检察官汇报一下。哎，好，好吧，谢谢。